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诗瑜来到订婚现场，竟被男友向闺蜜求婚的一幕直接惊掉下巴了。本该属于她的订婚宴，现在成了前男友和闺蜜爱情的最好见证。唐诗瑜望着亲朋好友对他们的祝福，竟一时语塞。原来闺蜜说的给她一个惊喜，就是这个呀。被最在乎的两个人背叛，唐诗瑜一脸绝望地走在大雨里，任由雨水冲刷着自己全身，浑身湿透了也没有躲雨的打算。或许有大雨的陪伴，才不会让她觉得太孤独。喂，这么大的雨，你都不躲一躲？一个男人撑着一把黑伞，不知何时稳稳站在他面前了。唐诗瑜憨憨地朝他一笑，帅哥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毕竟这个世界真有坏人。而他就被最亲密的两个人妥妥地摆了一道，还傻傻地以为男友精心准备的求婚现场会是属于他们的订婚宴，原来一切都是他的幻想。男友一直对闺蜜十分照顾，她竟以为因为自己的面子，现在看来他不过是为了追求闺蜜而特意的对她好，而自己不过是充当了邮递员的角色而已。一个为流浪猫的女人坏不到哪去吧？她平淡地说，我现在就四处流浪，那你敢带我回家吗？楚其眼薄唇微张，伸出手臂任由他挽着，两人往路旁的黑色轿车走去。路边捡的女孩就这样跟着他回家了。墙边，唐诗瑜将楚其眼抵在墙上，用手勾着他的下巴，一脸嗤笑地说，帅哥，有人说你长得好看吗？嗨嗨，我有点后悔带你回家了。他想要推开唐诗瑜，却被他狠狠抱住窄腰，一脸深意地笑着，帅哥，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想跟你回家的。喜欢？楚其眼凝视着眼前的女孩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透亮，明明酒量极差，却非要一口干了一杯红酒，现在微醺脸红的样子，却意外地觉得可爱，让他忍不住的薄唇微扬了。唐诗瑜借着酒劲，踮起脚尖的环住他的脖子，趁机在薄唇印上一吻，才笑呵呵地说，帅哥，印章都盖了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楚其眼皱下眉头，刚才还听你骂了一路的前男友和渣女闺蜜，现在就移情别恋，女人都这么善变吗？他想要推开唐诗瑜，找见他胆大地攀上他的腰肢，如八章鱼一般死赖在他身上，还一脸深情地向他表白道，帅哥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在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对你喜欢得不得了，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，咱俩不如凑一对呀。不等他反驳，唐诗瑜拽着他的手，两人一起跌进大床里了。该不该发生的，在今晚都统统的发生了。翌日清晨，唐诗瑜微睁美眸，正好与身侧的楚其眼对视上了。他先开口地说，累的话，你可以再睡一会儿。应了声，唐诗瑜又跌进床里，睡了一个舒服的回笼觉。再醒来时，他就被眼前的早餐直接惊呆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唐诗瑜还是头一次见一个男人做一桌子的美食，让他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此刻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尝尝好吃吗？楚其眼递给他一双筷子，笑着看他浅浅地尝一口，最后大快朵颐起来，嘴角的笑意更浓了。不挑食的女人应该比较好养活吧？真的好吃。他又盛一碗米饭，
才一脸赞美地朝他竖大拇指。那昨晚到现在的表现，你还满意吗？楚启眼淡淡地问。唐诗瑜刚喝进嘴的水瞬间喷出来了，他羞红脸地盯着他，傻满不满意的。帅哥，你能讲清楚吗？唐诗瑜，你昨晚把我推倒在床，又把我吃干抹净，还信誓旦旦地说会对我负责到底，我该不该信你的话呢？楚启眼又给他倒一杯果汁，才一脸疑虑地盯着他，见他躲闪地低垂下头，有些伤感地叹口气地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当我没说。他起身要走，落寞的背影让人看得心疼。唐诗瑜忙开口补救地说，那咱俩再商量一下呗。商量完的结果，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他们竟把结婚证给领了。楚启眼将一个银行卡递给他，淡然地说，我要出差半年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那我能多嘴问一句，啥时候我们能离婚？拿着结婚证的那一刻，唐诗瑜就有种秒后悔的感觉，不是觉得嫁错人，而是这么草率的领证，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吧。就算是为了逃避长辈的催婚，他觉得这波操作也是后患无穷的。你要是有喜欢的男人，我们可以随时离婚。楚启眼将他送回住处，就匆匆往飞机场赶去，好不容易回趟家，竟稀里糊涂的领证了，还是跟只有几面之缘的女人，他都觉得自己是疯了。不过他没跟唐诗瑜说实话，在楚家的家规里，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一说，所以他们此生注定是要白头到老。咖啡店里，唐诗瑜正在跟闺蜜金妍希待在一起。大姐，我用下你的口红。给。她直接把包包扔给闺蜜了。谁料金妍希在看到里面皱巴巴的结婚证，竟一脸惊掉下巴。你别跟我说这是真的。一个红本本被丢在桌子上了，里面的结婚照有些发皱，但很明显有钢印，这就说明一个事实，结婚证是真的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3个月前我跟一个男人把证领了，因为之后都在忙，就忘了跟你汇报一声了。不过等我办喜酒的时候，一定忘不了收你份子钱。金妍希摸一下他的额头，你别跟我说，就为了报复你那前男友，你从路边找个男人就领证了。唐诗瑜，你这把玩大了。唐诗瑜无所谓的笑笑，边喝一口咖啡，边低声说，我也没想这么多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不过我那名以上的老公的确长得很帅，不仅长得帅，还是宽肩窄腰，完全是一个令人上头的男人。金妍希朝他额头猛敲一下，气不过地说，你不要忘了，没有爱情为依托的婚姻，早晚的黄。要不你就勉强跟他过日子，反正你也不需要找个富二代，只有够帅，就算是花露水吃空气你也乐意，不是吗？唐诗瑜点点头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阿姨和叔叔也赞成你闪婚？金妍希不禁反问。唐诗瑜微顿一下，才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，我跟爸妈说，楚启眼是个大老板，每天最忙的工作就是各地出差，所以我们俩就只扯证，没打算办婚礼，而且他们也都表示理解。金妍希，你可以别给我说漏嘴，切记切记。我都懒得骂你了。唐诗瑜，你能长点心吗？你这次要是离婚，下次可就是2婚了，扯证前你就没考虑后果吗？金妍希气鼓鼓地瞪他一眼，却瞥见正走进咖啡店的2个人，立马绷住脸地看向他们，
哟，真是件稀罕物了。唐诗瑜见是前男友和前闺蜜，脸色也变暗了，眼神里难掩对他们的反感。唐诗瑜、金妍希，好久不见。前闺蜜李若薇浅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，金妍希直接回她一个白眼。我们下半年要结婚，你们俩一定要参加婚礼呀。前男友王文凯也笑着说。金妍希鄙夷的一笑，真是不凑巧，我们唐诗瑜下半年也要结婚，你们恐怕是赶不上了，因为她跟男朋友早就领证了，而且她老公还是公司大老板，万分感谢你的不娶之恩。唐诗瑜拉拉她的衣角，让她收着点吹牛，别一会儿圆不回来了。是吗？那我们两对可以一起举行婚礼。唐诗瑜，我们一直是最好的闺蜜，你也愿意跟我一起办婚礼吧？李若薇一脸单纯地问。金妍希讽刺地朝她笑笑。那还真一起办不了，我们不跟忘恩负义的渣女做朋友，就是多看一眼都怕会长针眼，是吧，唐诗瑜？唐诗瑜微微蹙眉，一脸淡漠地看向他们，轻描淡写地说：王文凯、李若薇，等你们二婚的时候，我或许愿意祝福你们俩，渣男配渣女，你们真的很般配。说完，她和闺蜜就笑着走出店里了。而被她一顿数落后，前男友和闺蜜竟在咖啡店吵起来了，着实大快人心。薇薇，我都听你的还不行，咱就买他现在的房子。王文凯无奈之下，只能答应女朋友的无理要求了。文凯，你没骗我吧？李若薇在他薄唇亲一口，就让他一阵战栗了，急促将他拉进怀里，就是一阵的热吻。纠缠良久后，他才心满意足地说：薇薇，不就是一套房子，只要你高兴，我下周就陪你一起过户。他笑着在他脖子吻一口，就让王文凯低吼一声，拦腰将他抱起，径直往卧室走去了。很快屋里就传来撩人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让人不免浮想联翩。李若薇是个心机女，无非是闹闹脾气，就从王文凯手里得到一套房。某日，房东来敲门了。唐诗瑜睡眼朦胧地去开门，望一眼门口的人，笑着打招呼：张姐，你怎么特地跑来了？他以为房东是为了要租金，拿出手机就要赚钱，却被房东姐姐给拦住了。唐小姐，这房子我不租了，你预付的3个月房租，我现在就还给你，另外再多补你1个月的房租，金钟52点钱，希望你能搬出去。张姐，现在已经9点多，你给我3小时不到时间，就是收拾东西打包也不够啊。唐诗瑜脸色也不好，租房子都有合同，像房东这样霸道的人，说赶人就赶人，估计没人能纵容他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闹大警局他也不怕。唐小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的房子已经卖掉，就算你不搬走，过后新主人来了，你只会更难堪。张姐给他一个电话，唐诗瑜只是瞥一眼，就心知肚明了，这一切铁定是李若薇在搞鬼。张姐，我现在就搬。唐诗瑜心里发誓，若有机会，一定要让李若薇他们后悔欺负了他。可是现在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的却是他。唐诗瑜坐在站旁的长椅上，望着阴霾的天空，心里有股说不出的伤感。天公不作美，天空这时又下起了密密的细雨。唐诗瑜仰头望向了天空，清醒一点吧，没房没车，被欺负的还不是自己。
他的那些豪言壮志，在此时此刻都变得极为讽刺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楚其言打着一把伞站在他面前了。这一幕极为的似曾相识。我被房东赶出来了。他苦涩一笑地说，本以为只是领个证的关系，并不期待会有交集，没想到两人再次的相遇了。我在市区有套房子，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收留你一晚。唐诗雨眼含泪花地朝他一笑。楚其眼开车半小时，两人就来到一套公寓的楼下。他轻咳一声地说，这是我爸妈帮忙买的婚房，不过你是第一个过来住的。着重强调第一个，说明不管男女，唐诗雨都是独一份的存在。这里房子不便宜，你家里不会是豪门吧？唐诗雨笑着打趣地问。不算吧。楚其眼从高中时期就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，至于父母算不算有钱人，他还真不清楚，不过自己勉强能算事业有成。而且像这样的房子，他起码有几套吧，还有2套独栋别墅，只是其他的都没装修，所以只能带他来这里住了。那之前那套呢？他试探地问。不会随便结婚的男人，竟是一个实打实的富二代吧？那他可就赚翻了。公司给员工的宿舍，不过我已经退掉了。他不想占用公司的资源，但在唐诗雨这里理解，却是辞职后被迫搬出来的意思，听着有点可怜。没关系，只要肯努力，工作一定会有的。他安抚地拍一拍他的胳膊。楚其眼见他误会，也懒得再解释。工作这是急不来。他新开的公司已经初具规模，若想上市的事，确实不能太着急了。晚饭时，唐诗雨看着满桌的美食，忙从行李箱里找来一瓶白葡萄酒，给两人倒满酒后，他才笑呵呵地说，为我们未来同居快乐，干杯。干杯。两人端起酒杯，相视而笑了。一杯酒下肚，唐诗雨已经微醺了。他将钱包里的银行卡还给楚其眼。你都这么困难了，这个透支卡还给你。你没用过。他笃定地说。你都这么困难了，我咋能用你的钱？楚其眼，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你免我房租，以后家里的开支归我了。他拍着胸脯大气地说。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楚其眼给他的根本不是普通的透支卡，而是一张黑卡，拥有上不封顶的消费额度，而他现在却要还给他。你既然嫁给我，我养你是应该的，这卡你还是收着吧，说不定以后能帮你解决麻烦。那好吧。唐诗雨不想伤他自尊，只能勉强又收起来了。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喝了2杯酒后，他就开始八卦起来，望着帅气的男人，竟有想要了解他的念头。我是学经营管理的，在国外读的研究生，现在正待业。楚其眼觉得，如果他示弱一点，或许两人相处的会更融洽。我敬你一杯，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。不知不觉，唐诗雨就又喝多了。他攀住楚其眼的脖子，笑呵呵地望着他。我喜欢微醺的感觉，俗称酒蒙子。你不会笑话我吧？不会。就算是酒蒙子，也是一个有爱心的酒蒙子。楚其眼几次在公园偶遇他喂流浪猫，远远地望着他浅笑可爱的样子，就让他渐渐地被吸引了。不然在他喝醉扑向自己的刹那，他最应该是一把推开，而不是将他牢牢抱在怀里了。他从不相信一见钟情，
只坚信日渐深情。楚启衍，你不会就喜欢酒蒙子吧？他傻憨憨地问。在过去的时候，他因为王文凯不喜欢女人喝酒，从来是滴酒不沾，一直将就他的喜好，到最后还不是被绿得彻底。现在他懒得装了，与其费劲迎合别人，不如自由自在地活出自我。他可以不为人妻，不为人母，只做爸妈的乖女儿。所以在楚启衍提出闪婚领证的时候，才会一口答应，因为他从未想过离婚。若是楚启衍也有相同的需求，他倒是可以顶着楚太太的名号过完一辈子。只是不讨厌，他只是单纯的喜欢他。至于他爱喝酒这回事，楚启衍觉得有些可爱。不讨厌就是喜欢喽。他将人抵在沙发靠背上，又开始耍酒疯了。不过可爱的神色让楚启衍乐在其中。见他点头，唐诗瑜更进一步地凑近他，用指尖轻轻划过脸颊，细腻的肌肤让他指尖如触电一样，看他的眼神竟变得上头了。楚启衍，有人讲你长得像明星吗？像明星有奖励吗？他淡笑地反问。楚启衍心里不禁嘀咕，绝不敢让他在外面喝酒，滴酒不行。唐诗瑜低头，却被他主动吻上粉唇，在酒精的催视下，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愉中了。成年人的感情很简单，合适就爱，丝毫不需要在意未来。然而楚启衍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拉着他去领证的。要爱就是一辈子，这是楚家的家规，也是他对爱情的态度。他们同居半月后，唐诗瑜今天发工资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万。他下班后先是去超市采购，才提着大包小包匆匆往家赶。而当他到家时，楚启衍早已经在厨房忙活晚饭了。见他回来，他习惯地在雪白额头亲一下，才笑着说，半小时后就可以开饭，你可以趁这个空闲洗澡，敷个面膜。不得不说，楚启衍是十分温柔贴心的，让唐诗瑜心里如小鹿乱撞。好，一会儿我也有喜事要告诉你。餐桌旁，唐诗瑜举起红酒杯，笑着低声说，今天我升职了，敬你一杯。楚启衍与他碰一下酒杯，深邃的眼里尽是赞许。他微抿一口红酒后，才又将工资卡递给他，这个归你保管了，给个理由呗。他一脸惊讶地望着手里的银行卡，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女生给的银行卡，心里一阵的荡漾喜悦。我住你的房子，自然要给你生活费，我一早就说过的呀。话落，他将半杯的红酒一口干了，微醺的感觉让他看脸颊红彤彤，可爱而又妩媚，十分的养眼。楚启衍猛然地凑近，先是在粉唇啄一口，才又来到耳边低喃地说，那我是否要回赠你一些东西呢？啥？他一脸狐疑地望着似有深意的楚启衍，在看到他眼神里的炙热后，才后怕的想要逃，却被他单手摁着后脑勺，两人近在咫尺，空气里弥漫着异样的气息，让两人都变得躁动起来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唐诗瑜勾住他的脖子，浅笑着问。楚启衍拦腰抱起他，边走边低哑地说，我对你从来都是认真的，唐诗瑜，你对我有几分真心？被放在床上的他凝望着眼前的人儿，深吸一口气后，才笑呵呵地说，我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。偷偷告诉你吧，打跟你领证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没打算跟你离婚。
我也一样。唐诗瑜是因为懒得离婚，而楚启衍却是爱上了他。那你是因为懒得离婚，还是说你喜欢我了？他笑着追问。楚启衍低头深吻上了粉嫩的唇，一阵的纠缠之后，他才对怀里的人儿深情地说：因为喜欢，所以懒得离婚。这个回答满意吗？唐诗瑜捣蒜般的点头。以后我养你。他因为喜欢这个答案，所以心里突然萌生这个念头了。或许他们是因为催婚而领证的，但在相处下来，唐诗瑜越发觉得楚启衍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，即使事业不够突出，那他也心甘情愿养着他。说他恋爱脑也行，说他还没被男人伤够也罢，人生苦短，他愿意再相信一次，世间有真爱。楚启衍轻轻拂过他的额头，一脸深情地说：你是第一个说要养我的人，我很感动。他说完越发凑近了，两人咫尺之间，唐诗瑜都能察觉出他的炙热躁动，刚想要闪开，却被他再次的拽进怀里了。唐诗瑜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可以夜夜勤劳，直到你满意为止，暗指男欢女爱的事。这样不好吧？唐诗瑜脸色微红，有些羞涩地将头埋进他厚实的胸膛了，却被他拖了起来，在唇上印一吻，才动情地说：我不是随便的人，只是对你情有独钟。话落，他笑着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：我也是。被一阵的热吻袭来，唐诗瑜再也没了理智，在一场爱的欢愉里直接被吞噬了。又是3个月，唐诗瑜正在熟睡，而一旁的楚启衍被一阵铃声吵醒，穿一件外套便去楼下的停车场了。有事？面对追来的张司机，他显然没有耐性。楚启衍手里接过油条豆汁，还有一笼肉包子，像极了居家的好男人。楚总，你一直不去公司上班，董事们都有意见了。楚启衍冷哼一声，那就让他们意见保留。还有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没事少来烦我。不是，张司机一脸的委屈和不解。楚启衍临走了，又看向他一眼：你没有结过婚，不懂其中的乐趣。跟你说实话吧，简直面不可言。他难得的嘴角一扬。张司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竟有些茫然了。这还是那个冷言寡语的楚总吗？咋的，连嬉皮笑脸都掌握了，真是稀罕。不夸张地说，结婚还真能改变一个人的脾气秉性。至少楚总变得更平易近人了。周一在公司里，唐诗瑜正在等着新领导来，就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他走来。好久不见，唐诗瑜，怎么是你？他直接转身要走出办公室，却被他一把给关上门，笑着打量一番他。唐诗瑜，你怎么突然变美了？我要工作，没时间跟你瞎扯。唐诗瑜不客气的就要掰开他的手臂，却被一个硬拽，让他硬生生跌进了他的怀里，嗅着发丝间的香气，让王文凯整个都陷进去了。他竟然想不到前女友也能让他有惊艳的感觉，以及对他亲近的冲动。唐诗瑜抬起脚后跟，狠狠地踩他脚板一下，让他吃痛地闪开了。他也重获自由，一脸冷意地瞪他一眼：王文凯，就算你是新来的领导，也不能逼我。我要是还喜欢你呢？他轻佻地说。现在李若薇已经怀孕，正愁没人帮她解决需求，唐诗瑜的出现让她心里痒痒的了。我已经结婚了。
王文凯不信地摇摇头，这才半年，你就结婚了？我咋没见你举行婚礼？唐诗瑜，你不会想欲擒故纵吧？他说完就朝他步步逼近，眼看就要将人抵在墙边。这时门猛地被推开了，一个微胖孕妇正一脸惊愕地盯着他们。微微，你别误会，他只是我的下属，我们在讨论工作。是吗？李若薇看一眼唐诗瑜，见他面色红润，心里暗暗不爽起来。她不过才怀孕不久，王文凯就想着偷吃，还是曾经的前女友，这是要气疯他的节奏啊！李若薇眼瞅着唐诗瑜想走，抬手将他拦住了。我们谈谈啊。我跟你没啥好谈的。唐诗瑜一脸严肃地拒绝。先是抢走自己男朋友，又合伙将他赶出公寓，眼前的两个人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有交集了。那你背着我勾搭我丈夫，唐诗瑜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不会还想着嫁给王文凯吧？他鄙夷地问。唐诗瑜讥讽的一笑，我跟你们再说一遍，我已经领证结婚了，我丈夫是一个大老板，就他这个水平，还比不上他的一丝一毫，让开！李若薇被激怒了，她抬手就想打人，却被身后的胳膊给扯住，任谁都想不到，来人竟是楚启衍。你又是谁？王文凯不悦地低吼。他人是够渣，但当有人要欺负自己媳妇时，王文凯还是挺爷们的。我是这的老板。老公。唐诗瑜挽上他的胳膊，笑盈盈地依偎在他怀里，再被他轻柔地抚下额头，两人的亲热举动让旁人都看呆了。好一对俊男美女，十分的养眼。王部长，还有事吗？没了。不管楚启衍是不是真老板，在这一刻的气势，直接让王文凯胆怯了。说话都颤巍巍的，没了刚才的趾高气昂的气势。我们走。楚启衍拉着他走出办公室，回到他的总裁办公室。你真是公司的老总？他默认的点点头。那你还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不会是怕我贪恋你的财富吧？唐诗瑜一本正经地问。楚启衍先给他倒杯咖啡，才悠悠地解释，一开始是你误会了，到后来我也喜欢上了伺候你的过程。老婆，你要是生气，可以动手打我，也可以。他说一半，就眼神灼灼地盯着他的领口处，意味深长的眼神让唐诗瑜脸红心跳加速了，忙捂住了领口，警告地说，这可是在公司，拜托你冷静一点。你被人欺负，我冷静不下来。楚启衍凑近的在粉唇讨个便宜，还不忘将他拽进怀里，意味深长地说，老婆，你的一颦一笑都让我痴迷，反正还有2个小时下班，不如我们回家吧。回家干嘛？唐诗瑜一脸憨憨地盯着他。楚启衍宠溺地摸摸他的头，你不是说想糖醋排骨，还有小酥肉，我回去做给你吃啊。早退，不好吧？谁料楚启衍已经抱起他，将人抵在桌子旁，笑意正浓地来一句，你喜欢在办公室，我也乐意奉陪。话落，吓得唐诗瑜连连摇头，便任由他拉着自己手出门上电梯了。副总经理办公室，张乐琪望一眼王文凯，淡漠地开口，你被解雇了。张副总经理，我真不是有意惹恼楚总的，你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吗？王文凯卑微的求饶，就差给他下跪了。他才结完婚，又贷款买的房子，如果现在工作丢了，下个月的贷款就没着落，
所以他一定不能被辞退。你得罪的是楚总，我也保不了你。不过你要是告诉我一些事，或许我能帮你一把。只要是你想知道的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王文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股脑地把过去的事都告诉张乐琪了。谁料最后他竟还是被辞退，一切的悲剧都是唐诗瑜造成的。他却是敢怒不敢言，心里恨得牙痒痒了。曾经他背叛的女人，现在竟是他高攀不起、招惹不起的女人了。某日，公司楼下的咖啡厅，趁着楚启衍去出差的时候，张乐琪将唐诗瑜约到这里了。两人四目相望，只觉得气氛有些凝重。张乐琪微微一笑地开口：“唐主管，我想你还不知道我跟楚启衍的关系吧？”“我还真不知。”张乐琪笑着抿一口咖啡。“我跟他是青梅竹马的关系，而他已经完婚，而你与他再亲密，也不过是个情人，那又如何？”唐诗瑜懒得解释，也就随他说了：“给你100万，你离开楚启衍。”唐诗瑜没听错吧？区100万就想让他离婚，简直是让人笑不活了。“你是他的妻子吗？”“不是，但我是他的好朋友。”张乐琪脸烫地说。“不是妻子又如何？楚启衍的妻子至今都没有露过面，有没有这个人都是未知数，他从来就没担心过。第一，你不是当事人；第二，100万不足以让我离开，除非你给我1个亿，我或许能考虑一下。”“开啥玩笑？楚启衍现在的身价不少于10几个亿，天差地别的价钱，让唐诗瑜只想笑了。”“唐主管，我是受楚太太的委托来跟你谈这事的，你不会以为就凭你这样的身份也配跟楚太太谈条件吧？识时务为俊杰，见好就收，这是明智之选。你不会还奢望着拿走1半的家产吧？”张乐琪鄙夷地看他一眼，全当他在痴心妄想了。“那就没得谈了。”唐诗瑜笑着起身，临走时才又转过头来，笑盈盈地跟张乐琪说：“张副总经理，你放着自己家的公司不带，非要死赖着楚启衍，这都5年了，还不是被他当作空气一般？我劝你才应该及时止损。”“你……”张乐琪被刺激到了，一张小脸憋得通红，一双眼通红地盯着唐诗瑜，恨不得要将他撕成碎片。“张副总经理，不要小瞧任何人，我就是你说的楚太太。没人规定富豪的太太一定要是门当户对，而她嫁的只是楚启衍，高不可攀又如何？他们觉得舒服，匹配就好了呗。不可能。然而事情就是如此，你越觉得不可能的事，它反倒是坚不可摧的事实。”酒吧的包间，楚启衍是来谈合作的，来到包间了，才发觉是张乐琪托人做的局，眼神里的冷漠让屋里的人都胆寒了。“我们先走了。”几个陪衬的老总见势不妙，借机直接溜了。偌大的包间现在就只剩他们俩了，气氛一度变得凝重到极点了。“楚大哥，费尽心机就为了约我出来，张乐琪，你真是能耐了。”楚启衍不悦的脸色一变，周身的气场都让人觉得寒凉起来。他除了对唐诗瑜温柔体贴，独有一份偏爱，对所有的其他人都是一副凉薄的态度，就让张乐琪心里委屈极了。一双水汪汪的大眼，无不透着楚楚可怜，却被他直接无视了。“楚大哥，那个唐诗瑜有什么好的？他先是跟王文凯谈恋爱，
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，现在又想勾搭你。楚大哥，你真的不在意他的过去，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贪慕虚荣的女人。张乐琪一味的贬低，让楚启衍眉头一紧，冷冷地瞪他一眼。外界都在传我是个害死母亲和妹妹的凶手，所以我和唐诗瑜都不是啥好人，我们俩的结合才是最好的，最起码不用祸害别人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他自嘲地说。楚大哥，不是这样的，阿姨和妹妹的车祸与你没有半分关系，你不用一直自责的，而且就算你走不出阴影，我也可以一直陪着你，而唐诗瑜绝不是最优的人选。张乐琪想要抚摸他的脸颊，竟被直接打落手。楚启衍一脸淡漠地盯着他，你最讨厌猫狗小动物，而妹妹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个动物乐园，把那些流浪猫狗都养在一起，让它们能有一个家，而你只会将它们偷偷关起来，暗无天日地待在地下室里。你以为我从不知情吗？他的所作所为，楚启衍心知肚明。楚大哥，我不是有意的，那是因为我对猫狗过敏。楚启衍微站起身，冷冷地说，所以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他无情地丢下他离开了。张乐琪被伤到了，但他并不打算放弃，或许让唐诗瑜爱上别的男人，这事就能迎刃而解了。他心里顿时有了可怕的主意。某日的慈善晚宴，唐诗瑜挽着楚启衍的手，两人相视而笑地走进会场了，一露面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老婆，你可紧张了？他温柔地问。唐诗瑜嘴角挤出一丝笑的，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，不是紧张，是有些胆怯了。第一次见这种大场面，我都怕自己出丑了。老公，我没给你丢脸吧？他宠溺的眼神透过他白皙的脸颊，落在粉嫩的红唇上，凑近温情地印上一吻，才安抚地说，你老长脸了。老婆，我有些后悔带你出来，要不咱们现在偷偷离场吧？好啊，去哪？他也受不了被众人盯着的感觉，只想逃离呢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我们结婚都半年，还没一起蜜月旅行呢，不如就今天了。我觉得可以。唐诗瑜拉着他的手，两人趁人们都在跳舞时，悄悄从后门溜走了。人呢？张乐琪身边的男人刚刚锁定目标，就被身后推一把，等到站稳脚跟的时候，唐诗瑜早已消失在他视线里了。早走了。张乐琪没好气地说，那还追不追了？男人是被他雇来的，完不成任务，可是1毛钱都拿不到。追个屁，赶紧拿钱滚蛋。张乐琪算是看明白了，楚启衍不是不懂爱，生性凉薄，他只是把偏爱留给了唐诗瑜，而他从来都不在考虑之内罢了。就算他习惯爱上猫狗，也不会改变楚启衍的态度。与其这样的委屈自己，还不如及时止损，或许明天还能是个艳阳天。唐诗瑜说得对，若他放弃了楚启衍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男人，因为老天爷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官配。一望无际的海边，唐诗瑜躺在沙滩上，望着辽阔的海平面，再瞥一眼身旁的男人，忍不住地低声问，楚启衍，你算得上很优秀的男人，为何偏偏喜欢上我，跟我闪婚呢？我能说你是我见过最有爱心的女人吗？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就在家附近的公园看你喂了几次的流浪猫狗。对了，楚凄然你认识吗？
唐诗瑜点点头，她是我的朋友，也同样喜欢猫狗小动物，不过我已经许久没跟她联系了。她是我妹妹，因为一次车祸已经去世2年了。说到最后，楚其言脸色也暗淡了。原来你就是他一直要介绍给我的哥哥，我们俩还真是有点缘分呢。楚其言有些伤感的一笑，缘分不够，全靠妹妹来撮合。唐诗瑜，我对你虽不是一见钟情，但也是日渐情深的被你吸引。那你呢？两人谈话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了。我能说是先婚后爱吗？没有一见钟情，却是先婚后爱的日渐情深。楚其眼轻身压向了他，在唇上吻一下，才深情款款地说：世人都说我是天煞孤星的孤独命，你就不怕？唐诗瑜环上他的脖子，一脸笑意地说：就算你是天煞孤星，我也是专门克制你的老公，乖乖到我碗里来呗。全剧中，